你信不信？你每天都在做的5件小事，正在默默杀掉你在喜欢的人眼里的吸引力。而且最讽刺的是，这些事全都是你为了拉近关系，怕对方不开心，特意做出来的。你一定有过这种体验吧？一开始2个人聊得好好的，见面气氛也很不错，你觉得这次终于遇到对的人了，于是开始越来越认真，怕冷场。所以只要对话一空下来，你就赶紧找新话题，怕对方觉得你难亲近，所以他说什么你都点头附和，怕他觉得你不够在意，所以讯息永远秒回，他稍微冷淡一点，你就赶紧加倍关心，你觉得自己做得很到位，体贴、温柔、随和，怎么看都是个很棒的对象。结果呢？结果他反而越来越敷衍，回讯息从秒回变成隔好几个小时，见面从主动约变成你约半天约不出来，到最后态度淡到你都怀疑之前那些开心的时光是不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你想破头都想不通，我明明什么都没做错，明明这么用心对他，为什么他反而不喜欢我了？是不是我还不够好？是不是我哪里说错话了？是不是我再主动一点，再体贴一点，事情就会不一样？今天这支影片，我就要把5个绝大多数人都在犯，却完全没察觉的吸引力隐形杀手，一个一个拆解给你听，每一个都很常见，每一个都在你没注意的时候，一点一点磨掉对方对你的兴趣。尤其是第2个，几乎90%的人都中过，也是最容易把本来对你有好感的人硬生生推走的致命伤。看完这支影片，你不仅会知道自己到底踩了哪些坑，还会明白背后底层的心理逻辑，更会知道到底要怎么做才能不用费力讨好，反而让对方不自觉地想要靠近你。如果你也常在关系里觉得委屈，觉得自己付出很多却得不到回应，那这支影片你一定要看到最后，绝对会翻转你过去对感情的认知。在讲第1个错误之前，我想先跟大家聊一个很核心的观念。很多人以为吸引力就是要对方开心，要让对方觉得舒服，要无微不至，所以他们拼命对一个人好，拼命迎合，以为这样就能换来对方的喜欢。但事实刚好相反，感情里最没用的东西就是讨好换来的舒服，因为舒服只会带来习惯，不会带来心动，只会带来理所当然，不会带来珍惜。真正的吸引力从来不是来自于你对他有多好，而是来自于你这个人本身有没有张力，有没有底线，有没有自己的节奏，是那种我很好，但我不会随便对你好的距离感，是那种我喜欢你，但你也得拿出诚意的底线感。而今天要讲的这5件事，恰恰就是会把这种张力全部磨掉的错误。你以为是在加分，其实是在不停减分，减到最后，对方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了。好，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进入第1个错误。第1个默默杀死吸引力的隐形错误，就是一遇到沉默就急着填补，拼命用各种废话把所有空隙都塞满。我问你，你跟喜欢的人单独相处的时候，是不是特别怕尴尬？只要2个人之间安静超过3秒，你心里就开始发慌，赶紧在脑子里疯狂搜寻话题，不管是天气、食物，还是最近的电影，随便抓一个就丢出去，只为了把那个安静的空隙填上。有时候对方只是刚好走神，或者只是在想事情，你就已经急着开口打破沉默，甚至还会自我调侃，说怎么突然安静了，好尴尬。你觉得自己是在救场，是体贴，是不让气氛冷掉。但你知道对方心里是什么感觉吗？他会瞬间感觉到，这个人很怕尴尬，这个人很在意我的感受，这个人离不开这段对话。你以为这是小事，但潜意识里，对方已经抓到了你的弱点，你害怕冷场，所以只要他保持沉默，你就会主动丢话题，主动带动气氛。久而久之，他就不用再花心思维持对话了，反正都由你来扛，他只需要坐在那里听你说，偶尔回应2句就好。你变成了那个负责制造话题、负责气氛、
负责推进关系的人，而他变成了被动接受的那一个。你觉得这样的关系，他会上心吗？不会的，因为人永远只会珍惜自己投入过精力的东西。一段对话，如果他连话题都不用想，连气氛都不用维持，那他对这段关系的投入度就会越来越低。投入度越低，就越不会上心，越不会上心，吸引力自然就越来越弱。而且更重要的是，急着填补沉默这件事，会直接暴露你的需求感。什么是需求感？就是你太需要这段关系了，太需要对方的认可了，所以连一点点沉默的风险都不敢承担。而需求感这东西，就像气味一样，你自己闻不到，但对方一靠近就能感觉到。一旦对方感觉到你离不开他，他就瞬间失去了征服欲，也失去了探索你的兴趣。反正你都不会走，反正你都会主动贴上来，那我为什么还要花心思在你身上？这就是人性。那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很简单，学会接受沉默，甚至学会享受沉默。两个人在一起，为什么一定要不停说话？安静下来喝一口饮料，看看窗外的风景，发一会儿呆，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下次再遇到沉默的时候，别急着开口，你就放松下来，该做什么做什么，喝口水，玩一下手机，或者就安静地坐着，把沉默的压力还给对方。你要记得，气氛是两个人的责任，不是你一个人的。如果他觉得尴尬，那他自然会找话题；如果他不找，那你也不用急。说不定你这一安静，对方反而会开始慌，开始想他怎么不说话了？是不是我刚才说的话他没兴趣？你看，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转变，局势就反过来了。从你急着讨好他，变成他开始在意你的反应，而这就是吸引力的开始。我知道一开始很难，尤其是习惯了照顾所有人情绪的人，沉默对你们来说就像酷刑一样。但我还是建议你试试看，哪怕一开始只能撑个5秒、10秒，慢慢来，你会发现根本没有人会因为沉默就讨厌你，反而那些从来不怕冷场的人，身上总有一种从容的气质，特别吸引人。接下来是第二个错误，也是我认为5个里面最致命的一个：一有风吹草动就急着解释，撇命想证明自己没有问题。这个错误我看过太多人踩了，而且踩得毫无知觉。我举几个最常见的场景，你一定很熟悉。对方随口说一句，你今天好像话很少，你立刻紧张起来，连忙解释，没有，我只是刚才在想事情，我平常话很多的，生怕对方误会你不喜欢他。对方问你刚才怎么回讯息这么慢，你赶紧一五一十的解释，刚才在开会，手机没电，在跟朋友吃饭，甚至还要补一句对不起，下次不会了。更夸张的是，有时候对方根本什么都没说，只是态度稍微冷淡了一点，你就开始在脑子里演完一整出戏，然后主动跑过去问他，你是不是生气了？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你跟我说我改。你觉得自己是在沟通，是在避免误会，是坦诚，但实际上你这是在把自己放在一个被审判的位置上。你潜意识里默认了对方是评判你的人，他的感受最重要，他的不开心就是你的错，所以你必须不停解释，不停证明自己来获得他的认可。你想想，当一个人随随便便一句话，一个态度，就能让你慌慌张张解释半天，那这个人在心里还会觉得你有价值吗？不会的，他只会觉得这个人很容易被影响，很容易被牵着鼻子走，我只要稍微摆点脸色，他就会过来讨好我。一旦他有了这种感觉，你在这段关系里就彻底被动了。为什么？因为人对于自己能轻易掌控的东西，永远不会产生强烈的喜欢。喜欢来自于不确定，来自于猜测，来自于那种我摸不透这个人的感觉。而你不停解释的行为，就是在把自己一点一点摊开在对方面前，把所有的不确定都变成确定，把所有的神秘感都变成透明。他不用猜你在想什么，不用猜你会不会生气，
不用猜你会不会走，因为他知道，只要他稍微有点不高兴，你就会过来安抚他，解释给他听。你说，这样的你对他来说还有什么吸引力？而且更糟糕的是，你越解释，反而越容易被看清。心理学上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越是没有底气的人，才越喜欢解释。真正有底气的人根本不会在意别人误不误会自己，因为他们知道，懂我的人自然懂，不懂我的人，我解释再多也没用。而你一遇到质疑就急着解释的样子，其实就是在告诉对方，我很在意你的看法，我很怕你不喜欢我，我不能承受你对我有一点点误会。这不是坦诚，这是不自信。而不自信是吸引力最大的杀手。那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很简单，减少解释，甚至不解释。如果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误会，如果对方不是真的误会了什么原则性的问题，就不要急着开口解释。比如对方说你回讯息慢，你不用道歉，也不用解释半天你刚才在做什么，就轻飘飘回一句刚才忙了点别的，怎么啦？就够了。比如对方说你今天话很少，你不用紧张，笑一下说怎么，安静一点不好吗？就够了。再比如对方态度冷淡，你根本不用追过去问他是不是生气了，他冷淡，你就比他更冷淡。他不找你，你就做自己的事。你要记得，你没有义务时时刻刻跟另一个人汇报你的状态，也没有义务为他的情绪负责。他开心也好，不开心也罢，那是他自己的课题，不是你的。你不用为了让他满意，就把自己摆得很低，不停解释，不停自证。真正的喜欢，从来不是靠解释换来的，而是靠你自身的吸引力，靠你从容不迫的底气，靠那种我就是这样，你喜欢就喜欢，不喜欢也没关系的态度。说真的，我看过太多本来很有好感的关系，就是因为其中一方太爱解释，太怕误会，最后把对方做没了。明明一开始对方还挺有兴趣的，结果越相处越觉得这个人没意思，太容易拿捏，到最后就慢慢淡了。很可惜，但也很现实。所以这个第二个错误，我真的建议大家好好反思一下。如果你也有这个习惯，从今天开始改，绝对会让你在感情里的状态好非常多。接下来第三个错误，为了让气氛融洽，为了让对方喜欢你，轻易放弃自己的标准和原则，什么都附和。这种人我们一般叫做好好先生或者好好小姐。跟人相处的时候，永远没意见，永远都可以，永远都赞同。对方说这家餐厅好吃，你明明觉得普通，也跟着说对啊，超好吃。对方说这部电影很烂，你明明觉得还不错，也跟着说真的超烂，完全看不懂。对方说他不喜欢什么样的人，你赶紧说对啊，那种人真的很讨厌。生怕自己不符合对方的标准，甚至连约会的时间、地点、做什么，你永远都是都可以随你，我没意见。你以为这是随和，是好相处，是情商高，但实际上在对方眼里，你就是一个没有自我、没有想法，很容易被影响的人。你想想，你会喜欢一个什么都听你的，什么都附和你的人吗？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很舒服，很有掌控感，但时间久了，你一定会觉得无聊，觉得这个人没意思，觉得他没有自己的灵魂。为什么？因为一段好的关系是两个独立的人互相吸引，而不是一个人依附另一个人。当你把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喜好、自己的原则全部收起来，只为了迎合对方的时候，你就已经不是你自己了。你变成了对方的影子，变成了一个只会点头说对的附属品。这样的你，怎么可能有吸引力？而且更重要的是，没有底线的迁就，只会换来对方的得寸进尺。你今天可以为了他放弃自己的喜好，明天就可以为了他放弃自己的朋友，后天就可以为了他放弃自己的人生规划。一次又一次的退让，只会让对方越来越不尊重你，越来越不在乎你的感受。到最后，你付出了所有，换来的却是一句你很好，但我们不合适。
你觉得委屈，觉得自己什么都顺着他，为什么他还不满意？但答案其实很简单，他喜欢的是一个有个性、有想法，能跟他平等对话的人，而不是一个只会附和的跟屁虫。那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很简单，诚实的表达自己的想法，不用怕不同意对方，也不用怕扫对方的兴，只要不是什么原则性的争执，有不同的看法太正常了。比如对方说这家餐厅好吃，你觉得普通，你就可以说我觉得还好耶，他们家的甜点比较对我的胃口。比如对方约你周末出去，但你周末想在家休息，你就可以说周末我想在家补个眠，不然下礼拜周三晚上我那天有空。比如对方聊到一个你不认同的观点，你不用争辩，但也不用附和，你就可以说哦，是吗？我倒是没这么想过，你为什么会这么觉得？你看，就这么简单。你不需要攻击对方的想法，也不需要证明自己是对的，你只要诚实地说出自己的感受就好。这样不仅不会让对方讨厌你，反而会让他觉得你这个人很真实，有自己的想法，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被打发的，反而会更愿意跟你交流，更愿意去了解你。因为人永远对跟自己不一样的人充满好奇，一个有自己立场、有自己标准的人，永远比一个什么都可以的人更有吸引力。我知道很多人不敢说不，不敢表达不同意见，是怕对方不高兴，怕破坏气氛。但我想告诉你，真正的好关系，从来不是靠你一个人忍让出来的。如果仅仅因为你说了一句不同的意见，对方就不喜欢你了，那这种喜欢也太廉价了。不要也罢，真正喜欢你的人会喜欢真实的你，而不是你伪装出来的事事顺从的样子。接下来第4个错误，对方一退你就追，对方一冷你就热，节奏完全被对方牵着鼻子走。这个错误几乎所有动了心的人都犯过。本来你们聊得好好的，节奏很稳定，每天都会说几句话，突然有一天他回讯息慢了，态度淡了，甚至半天都不回你。这个时候你就开始慌了，你会忍不住想，他是不是不喜欢我了？是不是我哪里说错话了？是不是他认识了别的人？然后你就开始忍不住主动找他，发讯息问他在干嘛，关心他是不是很忙，甚至还会故意说一些好笑的事，想吸引他的注意。他回你一句，你赶紧接10句，他冷淡一下，你赶紧热情10倍。就这样，他退一步，你进10步，他冷1分，你热10分。你以为你的主动和热情能打动他，能把关系拉回来，但结果呢？结果他反而越退越远，越来越冷淡。为什么？因为你这么做，等于亲手把关系的主导权全部交给了对方。他想热就热，想冷就冷，反正不管他怎么对你，你都会贴上来。你就像一个永远不会关掉的热水炉，永远在那里散发热量，永远不会走。那你说，他为什么还要花心思在你身上？人都是有惰性的，对于唾手可得的东西，永远不会珍惜。为什么暧昧的时候最让人心动？因为那个时候不确定，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找你，不知道他对你到底什么感觉，所以你会一直想，一直挂念，不知不觉就投入了很多情绪。而当你变成那个永远主动、永远热情、永远不会走的人，这种不确定感就消失了。他不用猜，不用等，不用牵挂，因为他知道，只要他一转身，你永远都在。没有了悬念，没有了期待，自然也就没有了心动。而且更重要的是，你越追，对方越逃，这是人的本能。就像你追一个东西，你跑得越快，他逃得越快，反而你停下来不追了，他说不定还会停下来回头看你。感情也是一样的道理。当你不停追着对方跑的时候，他只会觉得有压力，只想躲，反而你停下来，回到自己的轨道上，他才会开始好奇，咦，这个人怎么不追了？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好？是不是他不喜欢我了？一旦他开始这么想，他就开始为你投入情绪了。而投入的情绪越多，
就越容易上心。所以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很简单，对方怎么对你，你就怎么对他。他秒回你，你就秒回他。他隔3个小时回你，你就也隔3个小时再回。他一天不找你，你就也一天不找他。他热，你就比他更热。他冷，你就比他更冷。永远保持对等的节奏，永远不要比对方更主动、更热情，把注意力从他身上拉回到你自己身上。他不找你，你就去做自己的事，看电影，跟朋友出去玩，健身，工作，什么都好，就是不要守着手机等他的讯息。你要记得，你的生活不是围着他转的，他只是你生活里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当你把自己的生活过得精彩丰富，你自然就不会把注意力都放在他身上，自然就不会患得患失。而这样的你，反而会更有吸引力。因为一个有自己生活、有自己节奏的人，永远比一个围着别人转的人更有魅力。我知道动了心的人很难做到淡定，我也懂那种拿起手机就想给他发讯息的冲动，但我还是想劝你，忍一忍，忍一时的难受，换来的是关系的主动权，换来的是对方真正的上心。而如果忍不住一味的追上去，最后只会把对方推得越来越远，只会让自己越来越委屈。哪个更划算？你自己算一算就知道了。接下来第5个错误，毫无保留地输出情绪价值。随叫随到当对方的情绪垃圾桶，什么意思呢？就是对方一不开心找你，你就立刻放下手边所有事，陪他聊天，安慰他，开导他，恨不得把所有温柔都掏出来给他。他吐槽工作，你跟着一起骂老板；他跟朋友吵架，你帮他出气；他对自己没信心，你就拼命夸他，告诉他有多棒。你觉得这是关心，是体贴，是爱一个人的表现。你以为你这么体贴，这么能提供情绪价值，对方一定会离不开你，一定会喜欢上你。但事实是，大部分时候对方只会把你当成情绪垃圾桶，不会真的喜欢你。为什么？因为太容易得到的东西永远不会被珍惜。你的情绪价值，你的安慰，你的陪伴，对他来说太廉价了。只要他想要，随时都能得到，不用付出任何代价，不用花任何心思。你想想，你会珍惜路边免费发的传单吗？你不会。你可能接过来看一眼就丢了，但如果是你花了很多钱买的书，你是不是就会好好保存，认真去看？感情也是一样的道理。当你的情绪价值是免费的，无限量供应的，对方自然就不会当回事。他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会想起你，用完了就丢到一边。而且更重要的是，长期当别人的情绪垃圾桶，会严重消耗你自己的能量。你每天接收他的负面情绪，安抚他的情绪，最后他开心了，你自己却满身疲惫。到最后，你付出了时间、精力、情绪，换来的却不是爱情，而是一句你人真好，你真的很适合当朋友。你说亏不亏？那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很简单，你的情绪价值很宝贵，不要随便给，更不要无限量给。首先，不要随叫随到，对方找你吐槽，你不用每次都立刻回应。如果你在忙，就先忙自己的，等有空了再回，不用觉得不好意思，也不用怕他不开心。其次，安慰要有度，点到为止，不用绞尽脑汁想怎么开导他，也不用陪他熬到半夜。说几句宽慰的话，表达一下理解就够了。比如他说今天工作好累，你不用说一大堆话安慰他，就说辛苦了，忙完赶紧休息一下就够了。不要把他的情绪责任扛到自己身上，他的情绪要他自己负责，你只是一个旁观者，不是他的心理医生。最后要学会双向奔赴，你提供情绪价值给他，他也要相应的给你回馈。如果他永远只有在不开心的时候才找你，开心的时候从来想不到你，那你就要及时收敛自己的付出，永远不要单向地输出情绪价值，那不是喜欢，是消耗。真正好的关系是两个人互相疗愈，互相提供情绪价值，而不是一个人一直给，另一个人一直收。你要记得，
你的温柔很宝贵，你的时间很宝贵，你的情绪能量更宝贵，要留给那个也愿意同样对待你的人，而不是留给一个只会把你当情绪垃圾桶的人。好了，5个错误都讲完了，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第一个，一冷场就急着填补沉默，暴露需求感，也剥夺了对方投入的机会。第二个，一有风吹草动就急着解释，把自己放在被审判的位置，失去了神秘感和底气。第三个，为了迎合轻易放弃自己的标准和原则，变得没有自我，失去吸引力。第四个，对方一冷就追，节奏完全被牵着走，让对方觉得你唾手可得。第五个，毫无保留提供情绪价值，随叫随到当情绪垃圾桶，付出很多却只换来好人卡。你们看，这5件事是不是都是你以为的好事？都是你为了让对方喜欢你特意去做的事，但就是这些事一点一点杀掉了你们之间的吸引力。说到底，很多人对感情都有一个误区，以为只要我对他足够好，足够体贴，足够主动，他就一定会喜欢我。但事实是，感情从来不是靠付出换来的，而是靠吸引。吸引从来不是来自于你对他有多好，而是来自于你这个人有多好，来自于你有没有自己的节奏，有没有自己的底线，有没有自己的生活。当你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对方身上，围着他转，为了他改变自己，讨好他，迁就他，你就已经输了。因为你丢掉自己最有魅力的东西，你自己。真正的吸引力永远是先做好自己，再吸引别人。你不需要很漂亮，也不需要很优秀，你只需要做一个有底线、有节奏、有自我的人，不讨好，不迎合，不追着别人跑，不随便交出自己的情绪价值。当你站稳自己的脚步，活成自己的主角的时候，自然会有人愿意为了你停下脚步，主动靠近你。而那些需要你费尽力气去讨好才能留住的人，本来就不属于你。与其花时间去讨好别人，不如花时间经营自己。你若盛开，蝴蝶自来。这句话很老套，但永远是对的。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差不多到这里了。不知道这5个错误你中了几个？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也可以说说你曾经踩过哪些感情里的坑。如果觉得这支影片有帮助到你，记得帮我按个赞，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之后的更新了。也可以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正在为感情困扰的朋友，说不定就能帮到他。下一期影片，我想跟大家聊聊，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高价值男生都不爱主动追女生了，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心理机制，又该怎么应对？感兴趣的朋友记得订阅，开启通知。我们下期再见。